I'm waiting, love. Place your hand in mine, I'll take you to the stars. Oh, I'll show you love. 大家好，我们又见面啦。大家今天过得还好吗？今天的大众占卜是在对于断联或者是少联系的人们，你们的话所心中所想的那个人，此时他对你内心的想法，真正的想法是什么呢？台面上总共有3个选项，由左至右。最左边第一组是审判牌，中间第2组是死神牌，右边第3组是恶魔牌。静下心来，选择最有感觉的一组。如果还没有选择好的话，请先按暂停。如果已经选择好的话，我们继续往下看，宇宙所想要带给予你们什么样的讯息呢？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左边第一组审判牌组的朋友，那么在你们这段关系里面的话，过往之中，你们其实可能是一个属于高度暧昧中的人比较多，又或者是说这段感情的刻骨铭心的回忆跟记忆，和你们以往所认识的对象是完全超出了许多，也就是这一段的感情所带给予你们的感受，其实是已经超乎了你们所能够承受的压力，又或者是说这段感情是你们从来都没有碰过的经验。所以当你们与这个人相遇，又或者是说你们跟这人相处的那个当下，其实在你们相处的每一刻，你都会感觉到心灵是非常的富足，是非常的满足，并且也会觉得自己好像仿佛是真的有存在着这个世界上。所以你跟他相处的当下，你会非常的享受你们俩之间的相处的这个过程，又或者是说你跟这人之间总是会有无话不谈的话，或者是总是两个人之间都可以相处得非常的融洽，仿佛对方在想什么，你马上就知道，又或者是说你在想什么，对方也会知道，又或者是你们两个人之间不管再怎么争吵，或者是不管再怎样的不愉快，总是会有一种切不完或者是切不断的缘分，把你们两个之间又是这样子凑在一起，或者说又将你们两个人束缚在一起。所以在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这一段关系之中的话，事实上，两人之间的刻骨铭心的感情已经是渐渐的融入，或者是说已经带给予你们在这段关系里面没办法放下的事情，或者说比较没有办法放下的感情。那这段关系里面虽然曾经让两个之间都非常的有压力，又或者是说会因为不知道该怎么跟彼此之间相处，所以导致于说让两人之间在面对于这段感情，其实还蛮常会有一些的争执，或者说会有一些的争吵，或者说也会有一些的不愉快，但是也并不会去影响到这段关系往下发展的这个机会，或者是说这样的一个动力。那这段关系之中的话，虽然两个人在过往总是好像会有很多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或者是说比较没有办法去放下的一段的关系，可是当分开了一段时间之后，又会因为两个人之间是没有办法放下这一段的缘分，所以又再一次的重复的，或者是又再一次的复合复联，有的时候是你主动去找他，有时候也会是他来主动找你们，所以你会常常觉得这段关系其实就是有一种没有办法切断的缘分，或者是说跟他之间就好像有那种像磁铁一般没有办法分开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两个之间的这个缘分，其实对你来说，你会觉得真的很困惑，或者说你会觉得真的是不知道说应该要怎样去面对，不知道自己应该要怎么办才好。因为这段关系事实上已经
完全的影响到你们的日常生活，或者是说已经让两人之间的羁绊变得越来越深。其实你们俩之间的话，在有一小部分的人，这只是一小部分，就是这个人他可能原本也是有一个其他的对象，或者是说有其他暧昧的人，可是在因为遇到了你之后，其实他反而会发现到跟你之间相处的这个过程，或者说跟你之间相处的这样的状况之下，他反而会觉得你更像是他的另外一半，或者说跟你之间相处反而会有那种非常能够让他感觉到很安心，或者说很放心，或者是说会让他感觉到是有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并不是一种新鲜感，或者说并不是一种想要体验的感觉，而只是单纯因为跟你相处在一起的时候，他会觉得好像仿佛找到了自己，所以其实在过往的感情里面的话，他也是很努力的想要去做这方面的决定，或者说到底要选择谁。那其实在过往你有发现到这件事情，所以对你来说你就会很犹豫跟很挣扎，所以你还是决定想要继续的留在这个人身边。所以在关系里面的话，你就会觉得这段关系就好像仿佛是没有办法去切断着你们的。那其实两人之间都曾经有尝试过要去离开这段关系，或者是说有尝试着想要去放下这一段关系，或者是这一段的缘分。可是两个人之间又会因为舍不得放不下，或者是说这一段关系让你们两个人之间其实是已经有融入到你们的心里面了，所以是没有办法去放下的。也就是说，这段关系已经是在你们的内心里面是一个已经习惯了，或者说就像是仿佛那种应该是说像是老夫老妻般，就是当两个人之间可能一两天没有联络会觉得还好，可是当如果说一两个礼拜以上开始没有联络之后，那个思念的感觉其实越来越重，不管是你还是他，其实这份思念感觉都是会越来越重。所以对你来说，这段关系是已经在一个断联的状况，或者说在以前比较没有联系的情况之下，还是依然有时候会感觉到对方是已经都有存在这个空气之中，或者说那个能量场都有跟你们之间是有在相互的这样的一个连接。所以其实两人之间的这个缘分的话，虽然好像是非常的这个道路上是非常崎岖，或者是说是非常的艰辛，但是对你们来说依然还是选择想要继续的待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或者是说想要继续的留在你们的这一段的缘分里面。好，那其实我们就可以接着知道说，在对他来看的话，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他其实呢他其实真的很喜欢你们，或者说他其实对于你们曾经是有一份很真挚的爱，或者是说是没有办法放下的情感，又或者是想要继续经营下去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其实对于他来说，确实原本他是没有喜欢你们的，或者说他原本是真的想要去真的拒绝掉你们这段关系，想要跟你们之间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但是或许就是因为他跟你一样是有这方面的感受，又或者是说他对你来就说你对他来讲的话，就有这种莫名熟悉的感觉，然后两个人之间其实就仿佛好像是一种命中注定般的存在。其实更多的缘分，他的心里面的话是会感觉到有一种没有办法放下的关系，然后因为他跟你相处在一起的时候，他也是一样感觉到自己是真的存在的，所以他过往的感情史一定有经历过很多失败，或者说很多的背叛，或者是很多的人是完全否定他，或者是让突然间就消失。但是会因为有你们的出现，或者说因为有你们的救赎，或者是说因为有你们对他的爱，你们慢慢去感化他，或者是你们慢慢的去照顾的他，或者说因为有你们一直不断的付出这样的努力，所以因而呢让他会开始对说你们的这段关系会想要继续的坚持下去，或者是说想要继续的在这段关系里面经营发展。那也是因为你们这个人本身在工作上是非常能够展现你们自己的能力，然后你们本身也是非常的会赚钱，或者是他这个人当他在工作上面是过得很不好，或者说真的需要有人帮助的时候，你们又总是能够站在他的身边，或是你们总是能够给予他很多金钱上的帮助。也就是说他在你们身上看到了无止境的自信心，或者是他在你们身上因为有你们的
照顾，或者说有你们的自信，跟你们相处在一起是能够感觉到那个正面的能量。然后他这个人有时候可能比较负面，或者是说他这个人可能真的是有时候比较是不太愿意去面对说自己的脆弱。那因为有了你的出现，你的照顾，你的呵护，所以他开始渐渐的会对说这段关系放下了很多的杂念，或者说愿意放下很多他个人的成见，所以跟你相处在一起的时候，他就会感觉到他是能够被疗愈的，所以跟你相处在一起的时候，他会觉得是非常的能够很放心，能够很安心，然后是很能够做他自己。所以当他觉得很心情郁卒的时候，很郁闷的时候，他是非常的愿意，或者说他也非常想要跟你讲他的近况，或者说他哪里不开心，或者是他哪里有不愉快，因为他知道你是能够包容他，你是能够去照顾得到他的心灵，你是能够去疗愈到他的内心之中。确实有时候你的一些举动，你的举止还是会有时候伤到他的心，或者是说会去让他勾勒出，或者是会去想起曾经他在过往的感情里面的那些的不愉快。所以其实这段关系对他来说，他其实曾经是非常的挣扎的，究竟是想要继续下去，还是要结束，还是要跟你们保持着联系。这个对他来讲是一个难以决定的事情，或者是说他不知道自己到底应该要怎么办才好。虽然他也很希望可以在这段关系里面付出，或者说很希望这段关系里面可以给予你们承诺，又或者是说他很希望可以照顾到你们这段关系，但是他又会想到说他自己的能力不足，或者是他自己的状况不好，又或者是他是没办法匹配得上你，又或者是这段关系可能造成他一个会去让他想起曾经过往的回忆不好，所以他又没有办法去完全疗愈到他的内心，他又会有时候没有办法有勇气的去接受你们之间这段关系，所以也会因而导致说让他在面对于这段关系的话，就会有时候会有那种缩起来的感觉，或者是说他有时候就会不知道该如何去相信你们。所以因此他在对于说这段关系的这个评价的话，其实是一个比较极端的想法，好的时候非常的好，不好的时候又会觉得是完全的不行的。所以看起来其实这段关系里面的话，两人之间你们应该是会有蛮多的课题，或者说有蛮多的业力会需要去面对，或者说会需要去处理。或许如果说当你们可以把这些课题能够去解决了，或者说能够把这些课题去面对了之后，其实反而是能够去推进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因为你们原本在这段关系里面，你们或许也是不太想去相信这个人，你们可能一开始是比较排斥谈恋爱的，或者说可能是比较不想要去谈感情的，但在跟这个人之间慢慢相处的这个过程之中，你也同时找到了你自己，那你同时也帮助得到他。那确实一开始你会感觉到是这个人主动来贴近你，但是对他来说有时候也是你主动贴近他。所以在这段关系里面的话，就会变成是两人之间的磁场能量，是因为在一个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在那种很轻松相处的状况之下，反而让双方之间的感情越来越好，或者说去让两人之间的连接越来越深的这样的一个缘分的存在。好，那我们来继续往下看接下来的讯息。接下来讯息的话，会有一个最特别的，就是我们同样的又再一次抽到了宝剑6。好，那所以就意味着说，其实这段关系里面，你们的情绪、你们的所作所为，或者是说你们任何的举动，其实都会去影响到他的心情，或者是说会去影响到他的情绪。可能在对于你们来说，会觉得这个事情，或者说这样解释，有一部分人会觉得应该不可能，因为这个人他其实在对关系，或者说在面对说自己所在意的人的时候，他会比较像是保护他自己，或者是说他会比较不想要去让别人，或者说让你知道他内心里面的感受。但是我们必须要很明确的知道，因为我们同样都出现宝剑6，所以意味着说你们其实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存在。但这个存在呢，我们通常是界定在于说一个心灵上的一个支柱，或者是说一个心灵上的依偎，或者是心灵上的一个连接。所以透过牌面这种讯息，会非常的明确的知道，其实你跟这个人之间会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深的，讲了3次非常，所以就表示这个人之间是你们是在第4次非常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上的连接，一个前世今生的
一个就是说相处的元素，所以有可能意味着说，在前世不管你们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但是一定是有一方抱持这个非常大的遗憾，或者会希望可以再次的把对方留在自己的身边，所以你们两个在这一世才会相遇，两个之间在这一世才会碰到。所以对他来讲，他可能曾经会想要去放弃掉这段关系，或者说他确实曾经只希望跟你当成好朋友，或者说只曾经想要跟你作为一个就是可以聊得来，然后可以保持联系的对象就好，并不一定要在一起。但是在随着你慢慢的能够去疗愈到他的内心，或者说你慢慢的能够去触发到、去触动到、去连接到你们这段关系的这个缘分的连接，反而让他开始渐渐的去在乎了你们这段关系，反而让他开始想要渐渐的去留在你们这段关系里面，会变成是说他非常的去在乎你们这段关系的一个存在的价值。所以这段关系对他来讲的话，其实他确实是真的很想要跟你们在一起，就是他曾经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或许是因为你们这段关系之中应该是会有一些的外在的因素，或者说会有一些的伦理道德上的关系，所以导致于说让他是没有办法去接受，或者说是让他没有办法去坦然面对的。其实你对他心目中里面的话，一个最大的一个存在就是一个安心的感觉，你能够给他非常非常，又是一个很多的非常哦，就是你就是一个非常极度重要、极大重要的一个存在，就是那种依偎感，就像是家人一般的存在。那跟你相处在一起的时候，不仅能够像家人般的存在之外，又可以让他感觉到自己是非常的感受到是没有被这世界上给抛弃的。其实他或许本来在对说这个世间中是有很多的不满，或者是会有很多的幻想，或者是说会有很多的渴望，就是因为他的内心里面其实会有很多的不满足，很多的不自信心，或者是说会有对这个世界上很多的遗弃，很多的怨恨。可是就因为了你的出现，或者说因为有你的疗愈，或是因为有你的陪伴，你一直不断的给他信心的喊话，或者你一直不断将你的内心之中一个最强大的能量提供给他，所以反而让他在面对说这段关系是有很多的感激的感觉，或者是说会有很多想要去为了这段关系有更多的努力的感觉。所以因而这样子不断的推波助澜之下，其实那种的情绪或者说那样的爱意是慢慢的去堆加跟累积，所以他其实有发现到说他对你是有一种很独特的感觉。但是如果说这个人他是属于在土象星座的人，或者是属于水象星座的人，或者是应该是说在对于火象、土象对不起，是更正一下，应该是土象、金牛、摩羯、处女，还有风象星座。风象星座的话就有水瓶、双子，还有一个天秤、天秤座，然后再来就是水象、巨蟹、天蝎、双鱼。只要是这些星座的以上的人的话，其实他这个人本身在面对你的时候，他会觉得只是像朋友，或者说像家人。只有在真的失去了你的那个当下，或者说在他拥有了一切可是却没有你的时候，他会觉得他其实发现到他是爱你的，他是喜欢你的，他是希望可以把你留在他身边的。那如果说是刚刚提到这以外的火象，射手、牡羊，还有一个射手、牡羊、狮子的话，那么他就非常确定，就是他是喜欢你的这件事情。所以因而不管你们是属于哪一种，就是当对方跟你相处了之后，他又会开始不自觉的会去怀疑他自己，说我之前所对你的感觉还是我的幻想吗？还是说是我的一厢情愿吗？还是我一时的想法而已？所以他就一直不断去重回，一直不断去轮回，跟你相处密切，远离你；跟你相处密切，远离你；跟你相处密切，远离你。这个原因就是在于说，他想要去明白、明确知道他到底对你是什么样的感觉。但是，当你真的决定要去跟他分开的时候，他又会放不下，他会觉得说不行，我一定要把这个人把握在身边。所以，
通常选到这组的你们一定是一直都还停留在这段关系里面，或者是说你们都一直没办法放下这段关系，所以你们总是为了这段关系去委曲求全，或者是说为了这段关系能够继续和谐下去，所以你们做了非常多的妥协，或者是说做了非常多愿意去原谅对方的事情，或者说你愿意去为了对方然后做很多你可能本来没办法接受的底线，比如说像是你提供很多的金钱给他，或者说你把你所有的时间都给他，或者是你们为了他的工作然后你们就做了非常多的努力，反而是你们比他还要来得更努力，然后可是最后的结果总是去他自己一个人享受，他却没有反而去回报给你们，就是他回报给你们都是那种非常一点点，然后或者是就是那种微不足道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回馈，所以对你们来说其实会觉得蛮不甘愿的，但是对他来讲这是他可能想要提供给你们，或者说他唯一想要给你们，是他也觉得比较不会那么别扭的。其实这个人他在面对你的时候，有时候他还是会有一点比较吝啬，或者说会比较有一点的保留，所以对方他在面对你的时候，其实他心中是非常在乎你们的。所以选到这组的你们，如果说你们是真的非常狠下心来想要让这段关系有一个结果，然后如果对方不选择你们想要断联的话，那其实对方就是说你们可能会有一段时间比较煎熬，但是等到过了那个时间点之后，对方就一定会回来找你们，应该就会给你们一个比较明确的承诺。但如果说你们是用比较吵闹的方式的话，然后想要去逼他做选择，这个人通常后面就是真的不会选择你们了，就是这段关系应该就是真的结束，因为对他来讲你们在他心目中是一个完美的存在，可是当你们选择用吵闹的方式跟他去逼他做选择的话，那么这段关系其实就对他来讲，他就是说你在他心目中是已经有一个破碎的形象，所以他反而会觉得说可能你们俩之间是真的不适合，那之前对待你的想法那些都应该只是他的幻想，或者是他的判断错误，又或者是你把你自己隐藏得非常的好，所以这是一个比较不好的结论，或者说一个比较不好的结果，当然就是依照对于你们的真实的情况去做这个方面的判定。但是不管你们最后是属于哪一种的结局，或者说你们是不管是哪一种的处理的方式，但是你们在对方心目中确实是有一个比较没有办法撼动的一个回忆，或者说比较没有办法撼动记忆，所以因此也可以知道说他很有可能会把他对于你的遗憾然后去好好的对待下一个人，那这个通常只是就是说针对说是用吵闹方式结束掉这段关系的这个族群的人们，你们的讯息才会是这样。但如果说你们是用这种比较理智的方式跟他去谈，然后用理智的方式去跟他说的话，那么这段关系你们会还蛮有机会的。如果说你们现在真的是断联情况，会建议你们就是再等一段时间，对方应该会去找你们，或者是说你们可以透过你们的信仰去跟他们做个确认，他们应该会给予你们他就是会回来这个讯息，但是可能时间点的话每个人是不一样，所以会建议如果你们真是比较和平的属于那种结束的人，或者说和平让对方去决定这段关系结果的人的话，那么你们不妨可以就是依照洋洋所提供给你们的建议就是去问一下你们的所信仰的那个主神，或者说那个神灵，或是说你们的信仰的那个主吗？对，那个尊神去跟他们做一下确认会比较好，或许会有还不错的一个结果，或者说不错的讯息出来。那期待就是你们说如果真的收到还不错的讯息跟结果，在底下留言告诉洋洋，我们就一起来庆祝你们真的会有一个好的结果。那如果说没有好的结果也没有关系，那一定是你在未来一定会有遇到一个更适合你的人，宇宙一定会为你指引更适合你的方向，只要你愿意去相信这个宇宙所带给予你们的人生的一个方向的话。好，那这边的话就是以上选到这组牌组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如果对你们有帮助，或者是对你们有所共鸣的话，请帮洋洋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如果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占卜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我们来看到选到中间第二组死神牌组的朋友，那么对于你们来说，目前这段关系虽然你们是已经比较没有联络，或者是真的已经几乎完全断联的人的话，那么在这组之中，我们可以感觉得到，其实你在对于说这段关系，你一直很努力的
非常努力的想要用你的生活，或者是你的兴趣，或者是你能够去做的事情，去转移你的注意力，或者去转移你可能去想它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其实你的生活一直以来并没有到非常的丰富，或者说并没有到就是说你跟这个人之间的交流，其实都常常是仅限在说可能朋友之间的相处，或者说朋友之间的聚会，又或者是说这段关系，洋洋会觉得比较真的很难过的重点，就是说那个感触是，其实你就是说你跟这个人之间这个过往的相处的过程之中，你非常放不下的事情是你在等待他的夜晚，或者说你在等待他的这个过程。因为你在等他的过程之中，你会感觉到非常的煎熬，甚至你会感觉到自己是去质疑自己是不是真的有存在这个世界上，或者说自己是不是被这个世界给抛弃了。有可能是因为这段感情里面，对方对于你，其实在跟朋友之间相处的时候，他可能对你非常好，或者是说他会带给你很多暧昧的感觉，或者是他会带给你好像仿佛有那种可以快要稳定关系，或者说快要交往的这样的讯息出现。但是当你可能真的靠近他的时候，或者说当你真的希望对方可以给予你承诺，可以给予你一个明确答复的时候，对方反而人就消失，或者说他开始就是说他开始跟你避而远之的这个方式，造成让你们的这段关系有一个裂痕，或者是说开始让你去怀疑自己。所以其实在过往的感情，你们两间相处的这个过程中，你常常会怀疑你自己，到底是你误会了，还是他是真的有这个意思，但是你又会觉得对方好像真的对你有这个意思，或者是有一部分人会觉得两人之间的相处就好像是有一种命中注定般的存在，或者是说两人之间的这个相处的过程之中是没有办法去用那种尝试，或者是说你过往的感情史中去理解，就好像仿佛两人之间的相处，或者说那种相遇，就是一种童话般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说有那种一瞬间坠入爱河这种感觉。那再来就是说，这段感情里面的话，你会认为其实你们俩之间都一直比较没有机会可以单独相处，就是说那个单独相处的机会是真的非常少，就算有都是那种大庭广众之下，就是你可能很难可以去到他家，通常是在比如说公园、超市，或者是学校，或者是图书馆，或者是餐厅，就是都是有很多人的地方。所以有时候你虽然真的很想要跟这个人单独相处的机会，或是可以有两人单独的空间，是非常困难的，也是几乎没有办法，是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就是说很难可以去达到的这个目的。虽然你一直不断的去 push， 或者说你一直不断的去邀约对方，说看能不能去他家看个电影啊，或者说是能够去只有两个人空间的这个小世界，也都没有办法。所以有时候就会觉得说这段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但是你跟对方在大家都有的那种状况之下相处的时候，他又对你非常好，然后他都会去答应你可能很多的要求，或者说给予你很多的情绪上的一个安慰。所以你在对于说这段关系，你就会常常去质疑你自己，说到底是不是你的感觉错了？可是你也会想到说，这段关系所带给你的感觉，就是一种没办法去被理解的，或者说没办法用那种所谓平常一般朋友的那种相处方式去解释，所以你就会一直不断的去深陷在这样的一个囹圄之中，所以会对这段关系就是真的没办法放下，就是会一直去迷恋着这段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存在。所以因此我们就可以感觉到说就是他在面对说你们之间这段关系的话，其实他确实曾经有想过是不是真的要有一个结果，还是说要两个人之间的这段关系就这样子放下了，所以就要这样子结束了。所以这段关系里面的话，我们就不知道说到底是不是你们真的曾经有遇到了什么样的这个事情，或者说这段关系是不是曾经真的有一些的不愉快。因为透过塔罗牌中的讯息，其实宇宙会想要就是宇宙想要告诉你们说，这个人他因为太过于害怕这段关系的结束，又或者是说这段关系可能在过往真的很多的争执争吵，或者是两人之间的观念不合，或者是两人之间在相处上面真的有很多的摩擦，所以因而让他反而说对这段关系他会
有点放太多的情绪在里面，他常常会感觉到他自己的精神是很紧绷的，或者说常常感觉到他的精神是没办法很放松，没有办法去真的放下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就算他是真的想要待在你们身边，或者说他是真的可能真的有考虑过，有被你们吸引过，但是会因为在对于说这段关系很多的担忧，或者说那种神经紧绷的情况之下，或者是两人之间在这样子一个争执争吵的状况之下，反而让两人之间的那种心与心的之间的距离会越来越远，或者他开始会有那种排斥的感觉，或者说会保持点距离，所以这段关系对他来讲就会形成一个蛮大伤害，所以会让你们这段关系他开始就是渐渐的并没有太多的想法，他甚至有时候也不敢去想，所以关系之中的这个相处，他就会经常要用很多的思绪，很多的脑筋去思考看看说他究竟要怎么做才好。然后再来就是这段关系会有一个蛮大的一个讯息，就是其实你们俩之间的个性应该是真的差异还蛮大，或者是说两人之间可能在面对说关系上的一个观念，或者说相处上的一个关系的方式的价值观，或者是两人之间的时间上的调配，或者说两人之间相处的模式，对于说爱情中的渴望的这个状态是完全截然不同的。所以因而他就会认为说，其实这段关系他虽然曾经有想过要努力，或者说曾经想要把你把握住在他身边，但是会因为在相处的这个过程里面那个神经紧绷这样，他也会去想起到说他自己可能在亲密关系，更多这种亲密关系是在于原生家庭，可能他原生家庭就会有带给他很多的不愉快，或者说会带给他非常多的一些的就是那种没有，就是会去压抑他可能想要去放飞自我的这样的一个心灵，那样的一个成长的空间，所以会让他在面对说生活中一开始会想要选择用压抑，或者是用委曲求全，或者是愿意去想办法改变他自己，然后去面对说自己身边人的这个关系。但是在随着时间久了之后，他反而发现到说这样自己是真的还蛮累的，所以因而他开始渐渐的就会想要去放下，或者说开始渐渐的想要去逃离。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对方他只是感觉到非常的伤心跟难过，可是他事实上是没有去憎恨你们，所以你们其实也不用太担心说对方是因为就会关系造成给他很大的压力，然后去讨厌你们，或者是去憎恨你们这件事情是没有的，你们是可以非常放心的。但是反而会让他在面对说这段关系的话，他会容易用一种比较悲观的态度去想，然后他本来可能会对说这段关系有很多不一样的想法，或者说可能想要去跟你们更加的靠近，但是会因为被你们给这样伤害，或者是说被你们这样讽刺，或是被你们就是说对于这段关系会有很多的不愉快，因而导致于说让关系里面就会造成一个很大的裂痕，然后他就没有勇气能够去面对说你们这段关系。所以呢，这段关系里面就算对方曾经真的想要跟你们在一起，或者说他想要尝试着做出这样的一个努力，可是就会因为有你们这样的一个相处的状况，所以导致于说让他是真的没有办法。那再来就是选到这组里面有一个就是说可能有一半的人吧，至少有一半的人应该是属于同性中的人会容易抽到这一组，或者是说会两个人之间除了同性之外还有第三者，或者是地下恋情，或者是婚外情没有，但是会有那个远距离，通常远距离是指那种不同国家之间的恋爱，这种不同国家是指说两个人可能身在不同的国家，或者是两个人之间是不同国籍的人也会有抽到这一组，就是那种文化上的差异也会变成一个在关系中一个很大的阻碍，或者是距离上很大关系的阻碍，或者是说世俗的眼光也会成为你们一个很大的阻碍。但是其实对方他原本是有想要尝试看看，有想要付出他的勇气，想要去把握住好这段关系，或者说会想要让这段关系会有一个可能的一个美好结果的这个机会。但是就会因为两人之间总是会有一些的原因吵架，或者说会容易造成关系里面的不愉快，所以就会让
他就开始越来越没有勇气了，然后就开始他会想要去离开你们这段关系，所以就可以知道说，其实这个人他本来面对说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话，他是真的有想要去努力看看的，但是就可能是因为个性上的差异，或者是说两之间的不愉快，因而导致于说让他是真的没有办法再继续坚持。那所以这段关系的话，他可能如果说在过往里面，他选择想要保持一点距离的时候，就是因为他需要时间去消化，然后想要有点时间让他慢慢去思考说这段关系里面到底对他来说是什么，所以反而是关系里面他只有不断的去思考他的定位，他的意义定义到底是什么。那通常选的这组或许很有可能是因为对他来说这段关系开始越来越像是一个朋友般的存在，就是说他开始有点想要去放弃了这样的心态了，所以似乎这个人他在面对说这段关系的评价是有点偏不好，或者说会有一点不太 OK 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你们其实也不用太过于悲观，或者说也不要觉得好像这段关系就是已经不可能了，或者是就直接去否定掉这段关系的存在。因为在对你的这个人，其实在对他来说，在目前来看的话，他依然是把你们放在一个蛮重要的一个位置，或者是说你们虽然在过往里面的关系上相处是让他感觉到可能真的很多的不愉快，但是你们的好他还是依然有记得，所以其实现在他确实有想过说自己是不是真的要回来找你们，还是说自己要去主动的跟你们联系，还是说他是不是真的要去就是说跟你们讲清楚说这段关系的定义到底是什么，但是他就会卡到说他原本可能在面对说这段关系里面他的一些的争执，或者说他一些比较纠结的部分，所以他现在是花更多的心思在面对说他内心里面的需求，或者说他内心里面在对于说这段关系的这个评价的意义的定义的定位到底是什么。所以因此也可以知道说面对于他来看的话，这段关系接下来的可能性比较多是他会先去想到说你这个人对他来讲到底是有多重要，或者是说你跟你之间之后如果说继续往下发展的话，你是能够带给予他什么，他要的其实从来都不是利益，或者说他要的从来都不是你能够为他做什么，而是他要的是你到底能不能去为了这段关系把你的一些的缺点给改掉，或者是说你是不是能够将这段因为重视这段关系，所以你愿意去放下你的一些的成见，愿意去放下你可能没办法妥协的事情，因为对他来说你其实是一个非常温柔，或者说你其实是非常愿意去照顾他人的一个人，又或者是你其实会非常愿意呢去让这段关系有一个可以往下发展，或者是你会因为别人的需要然后去改变自己的人，他也是会因为看到你这样的一个温柔，或者说你愿意为了这个社会变得更好，所以你愿意去妥协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性格，他反而是对于说这样的你会被深深的吸引，同时也会因为说你这个人有一部分的人啦，应该是经济状况应该是蛮不错的，所以你们可能对于说对方有时候就会不自觉的用金钱去砸，或者说你可能会经常送他礼物啊，或者说你们可能会经常买一些小东西送给他，也就是说在关系里面的话，你们会想要尝试着去把它修复好，或者是说你们会曾经有想过说想要透过你们的真心诚意的方式去能够感动得到他，让他能够去愿意为了这段关系再给你们一个机会。所以当他每次想到你们这样的一个努力，或者是说你们曾经所对他所做的一切，你们对他来讲的话，可能有时候只是就是说你们在对他跟他相处的过程之中，你们会想要去把关系处理得好，但是有时候你们脾气上面又会出现，或者说容易会有一些的不愉快，或者说容易会有一些比较没有办法去面对接受的事情，就会开始对他大呼小叫啊，或者说可能对他会讲出一些比较伤害他的话，所以那这样就会因而让这段关系可能就会有一些的伤痕，或者说可能会有一些的不愉快，或者说会让他对说这段关系会有一种恐惧跟惧怕感，因为他已经非常害怕有人会离开他了，或者说他本来就已经很担心说自己是不是在感情里面又会再次的受伤，或者说是不是又会再次的有失败
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所以其实在面对说关系里面，他已经有尝试着想要让关系之中可以往下发展的想法，但是又会因为每一次你的伤害，然后他又退缩，然后你们又会因为发现到自己是不是伤害他，或者说对方开始又好像不理你们了，那你们又想要去主动的去对他好，想要去经营这段关系，或者是你们一直不断的去改变你们可能面对说相处的方式，所以对他来讲的话，他反而会因为这样子，你们一直来相处的过程之中，或者是说这种细节，或者是点点滴滴，那反而会让他对于这段关系会有很多想要可能继续努力下去看看的想法，就是会一直不断的萌生出，然后也会因为可能你们俩之间现在是已经有点断联，或者是说少联系的情况，所以他有时候还是会去想起这段关系所带给予他的安全感，或者是说带给予他那种依赖的感觉，或者是说呵护的感觉，所以反而会让他开始就是说，当他可能生活中真的遇到不如意了，或者说生活中真的遇到不愉快，他反而会因为去想起你们之间这段关系，或者是说想到你们对他的种种的好，所以他反而会整个人变得更加的有力量，或者说反而会变得更加想要去继续坚持在你们的这段的缘分里面。所以关系里面的话，或者说你们之间的你们这个人，他会觉得你们其实是非常聪明，非常聪明，然后你们也是非常的会交谈，或者说你们其实也会非常能够去懂得引导他人说出他内心里面的脆弱，或者是说他内心里面可能不愉快的地方。所以不知道说选到这组的你们是不是经常会跟对方分享你们的心情，或者说你们可能这个人本身就是有一个蛮大的慈悲心，所以他也有感受得到你们这个慈悲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或者说你们这样的一个性格，会为了一段关系而努力，会为了一段关系想要去多沟通，或者是说可能想要为了一段关系能够继续经营下去，或者说坚持下去，就会想要去跟对方有一个实际上的互动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因此在关系里面的话，对他来说，他反而会觉得跟你相处在一起的时候，会有一种无话不谈，或者是说在你身上是能够学习到非常多的事情，或者说跟你相处的这个过程之中，是能够感觉到自己也是有存在这世界上，会觉得自己不仅心灵提升了，然后同时有一种很暧昧的氛围跟感觉，然后再来就是其实对方他蛮喜欢跟你可以一起出去玩的这个事情，或者说可以跟你有一个有所互动的这个机会，就是在你们互动的那个相处的过程之中，反而会让他感觉到这份爱，或者是说这段关系是存在的，或者说你们这个人是非常有一个强大正能量，是能够照顾得到他，或者说是能够将这种幸福的感觉包围在他的生活之中，反而会让他变得更加的有勇气，或者说可能让他有一个目标是能够去面对说自己的生活，只是因为他这个人还蛮常容易会去忽视掉，然后他有时候也会觉得是你有时候是不是也会故意的想要去远离他。那这个远离，我们无论说是你的战术，还是你的伎俩，还是说你是真的没有这么做，那对他来说，有时候你可能真的在忙，或者说你可能没有回应他讯息，或者是当他需要你的时候，你又好像错过了他，他就觉得其实这是一个蛮受伤，并且会觉得说两之间是不是真的就没有缘分了。可是又会容易因为这段关系的相处，或者是说过往的感觉，其实有时候难免还是会去影响到他在对说你们的心情，或者是在面对说这段关系的渴望。所以因此也可以知道，对方他虽然现在对你们是有一些还蛮不错的好感，或者说还蛮想要去依赖你们跟依恋你们的好，可是他又想到说自己是不是没有那个资格，或者是说自己是不是还没有到能够跟你一样，所以就会认为说他是没办法去重回找你们，或者是说他比较没有办法继续去经营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所以有时候他确实现在他才会选择去用断联，或者说比较少联系的方式，就是因为他需要花一点时间去腾空他内心里面的感觉跟感受，然后让他自己重新去思索，究竟这段关系对他来说是什么样的意义跟存在。那你对他来说究竟是要继续当朋友，还是说是不是要可以恢复联系，还是说想要当成恋人，这反而是他接下来会想要去思考的，或者是说会想要去明白去探索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好，那这些话呢，就是以上选到这组牌组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如果对你们有帮助，或说对你们有所共鸣的话，请帮洋洋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如果需要预约个人
付费占卜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来看到选到最右边第3组恶魔牌组的朋友，那么在这段关系里面的话，我们似乎可以看得到说，其实这段关系里面，你们真的坚持了非常的久。那洋洋也会觉得说，你们是真的非常的辛苦。其实这段关系对我们来说，你们本来是比较没有，就是说你们其实真的本来都很想要放弃掉这段关系，或者说你们已经有不断的想要去告诉你们自己是不是真的要去离开这段关系，因为这段关系带给你们花了你们很多的时间，花了你们很多的岁月，甚至消耗掉你们所有的精力，消耗掉你们所有身上的正面的能量。其实这段关系的维持，或者是说这段关系的相处，这段关系的坚持，已经造成你们在身心灵上还蛮大的压力，又或者是面对说人生中很迷惘的这样的一个相处的状况。其实这个人他来到你们生命的时候，你们的生活应该算是过得蛮不错的，甚至那时候的你们的工作，或说你们的金钱，或是你们的人际，应该都是比现在，或者说比跟他后期相处的那种相处的时候，跟你们前期还没认识他之前的那样的比例上面的那种好坏是真的差距还蛮大。也就是说，在还没认识他之前呢，你们是可能什么都有，但在认识他，渐渐的你们为了想要去保住他，或者说你们希望可以把他绑在你们身边，或者说你们想要为了这段关系做出努力，然后去争取他的心意的时候，那你们就反而失去掉了很多，或者说你们反而失去掉了你们本来应该所拥有的一切。所以对我们来说，你们会觉得很惋惜的，就是最美好的自己为什么就这样子离开了？然后你们明明其实为了这段关系，或者是说为了他，你们真的做了非常多的努力，或者是说当他真的需要你们帮忙帮助的时候，虽然他每一次就是他每一次都会跟你们讲说，我真的是已经尽全力了，或者说我是真的没有办法，我真的很痛苦，就是他每一次都是用眼泪的公式，或者是说他每一次都是有让你感觉到他讲出来的话就好像他发生了什么天崩地裂，或者说发生了很多可能他自己很难以去驾驭住的事情，或者说很难以去处理到的这些的情况，或者是说人生中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去放下的难关，或者说比较没有办法去度过的这些课题，就是你从他嘴巴讲起来，你就觉得好像真的非常的严重。其实你本来也有想过说你是要去放弃，或者是说你就是不想要去理他，或者是你就是不想要再去帮他那么多。可是就是因为你真的很努力，就是说对方他真的很努力，或者说他对方真的一直不断的跟你苦苦哀求，那在最后的时候，你反而开始就心软了，然后你就是为了他，你就是愿意去做，或者是你就开始想要去帮助得到他，或者是你就会把你自己所拥有的一切付出，或者是你就想要去为了他多做点什么，但是你却忘记了，其实你也是需要被人呵护的，你也是需要被爱的，或者是你也是需要有人可以照顾你的。所以因此在关系里面的话，你就会经常感觉到对方就是你说你带着对方一起去度过这些难关，或者说你为了帮助对方去摆脱掉那一些，或是解决掉那一些他可能没有办法去处理的事情，或者是他可能没有办法去面对的事情，或者是因为有你才能一起完成的这些的事情跟状况，那反而会让，就是说你自己当这件事情解决完，剩下你一个人的时候，你会觉得你什么都没有了，你可能没有钱了，你可能跟你的朋友吵翻了，或者是你可能失去了跟你朋友相处的机会，或者是你失去了跟你朋友可能一起可以去玩乐的这个可能性。也就是说，常常你会觉得你会为了这个人，然后你失去掉很多你可能应该要可以拥有的自由，或者是说你可能可以拥有的快乐跟开心，或者是你可能本来有一笔钱你可以出国的，有一笔钱你是可以去你想要去的地方，花在你想要花的地方，可就是因为这个人他向你诉苦，他真的渴求你可以帮助得到他，那你的于心不忍，或者是说你的放不下，你的爱在里面，所以你失去掉了你的本来应该要做的一切，你想要所拥有的一切，就是为了能够去满足得到他。但是这些的苦，这些的
无可奈何，你又没有办法跟你的朋友讲，然后你也没有办法让身边的人知道，所以其实你经常会觉得说你自己是很痛苦的，你自己是很寂寞的，你自己是很孤单的，所以更多来看就是你放不下你已经付出这么多的自己，你会觉得你都付出这么多了，为什么对方都一直还这样子还是这样子去处理你们这段关系，或者是说还是没有办法去为了你，然后他也可以去抛弃掉他身边的一些的事情，然后就只想跟你在一起，因为你已经为了他抛弃掉很多，但是对方却没有办法去为了想跟你在一起，然后去抛弃掉那一些，你会觉得他比你还没有勇气，他比你还要懦弱，或者是他会比你还要来更加的没有用，所以你其实真的很舍不得那种自己，但是这份爱又还是存留在你们身边，所以这份的感觉，这份爱，你会常常会想起来，你们对他的感觉其实会非常的复杂，你们想要去放弃，想要去憎恨，你们又没有办法，因为更多的来说，你们会想到他的那些的不容易，或者他对生活中会有很多的没办法去解决、面对、处理的课题，他的那种的难受跟痛苦，你们同时也感觉得到，所以对我们来说，会觉得想恨恨不了，想爱又很难爱下去，然后想要去讨厌这个人又没办法，你要想要完全离开这个人又会逃离不了，或者说又没办法完全的去放下这段关系，所以似乎也可以知道说，面对这段关系，你们的感情、你们的心情是真的极为复杂，或者说可能真的是就是说会让人觉得非常的难过跟不舍。那同时也可以知道说，对方他在面对说这段关系的话，其实对他来看，他一直都把你们当成是一个蛮不错的朋友，或者说跟你们相处这个过程之中，他会感觉到你是真的能够帮助得到他很多，然后跟你们相处的这个过程里面，他确实感觉到自己是非常的快乐，或者是说他自己其实是真的很享受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或者是说你们俩之间的这个缘分。而且更多来看的话，就是说选到这组你们是不是也是跟上一组一样，你们可能比较多见面的机会都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就是比较少，几乎没有在比如说两人单独的空间，比较多有可能是你们俩之间都一直在比如说像是图书馆啊，或者说像是公园啊，或者是餐厅啊，或者是一些展览啊，就是说很多人的地方。然后就是说你们这个人关系的话，也有一部分的人，你们可能就是本来就是一群好朋友，然后你们就是这一群好朋友的话，你只是跟他对他来讲，他就会觉得只是跟你比较有很多话题可以聊，或者是说跟你相处的这个过程之中，他会觉得是比较愉快的，是比较愉悦的，是比较能够放心做自己。然后关系里面的话，过去的相处的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有时候你们刚才会感觉到这个人他确实有时候会想要去控制着你们的这段关系，或者说他有时候会用一种比较严肃的方式来去看待着你们之间的相处的模式，所以对他来说，其实他有时候会觉得，他是不是真的有点太过于去干涉了你们这段关系的发展了，或者说他是不是有点太过于去在乎这段关系发展的这个进度、发展的方式，或者是相处的方式。那关系里面的话呢，有一部分呢，就是你们可能也是太过于，也就是说你们对他的好，有时候他会觉得是有一种情绪上的勒索，或者说你们对他的付出，有时候反而会让他觉得自己是不是应该去对你们有所回报，或者说他自己是不是因为受了你们的好处，然后接受了你们的照顾，那么他是不是应该要去回报给你们，然后让你们也感受到他是也很在乎你们。所以通常对他来讲的话，他会觉得这段关系里面通常都会像是一种互惠的关系，或者说两人之间的那种相处是因为某一些的利益而存在，或者是说是能够给予对方相互的利益。所以因为就变成说这段关系其实会真的蛮缺乏那种健康的因素，或者是两个人之间在相处这个过程，他会认为是比较缺乏在所谓爱情中的感觉，比较更多看起来像是一种朋友之间的这种相处的模式。所以也可以知道说关系里面会常常因为两人之间会错意，例如说像是他在意你的时候，对你有好感，其实这组的人对方对你在这关系里面的时候，确实有时候是有产生好感，或者说暧昧情愫，这是只有一点点。但是当这个感觉出现的时候，你其实刚好没有
没有去把握到，所以他的感觉就是很快又会消失了，所以会变成说两人之间就会一直在那种你追我跑、猫追老鼠的状况。当你发现觉得这段关系有暧昧的时候，其实对方他也只有感觉一下，然后对方又没有去 get 得到，或者两之间就是在一个不对的时间点对彼此有好感，对彼此有在意，那这样就没有办法让这段关系是能够继续往下推进。所以两人之间其实关系里面的话，也可以算是说真的是已经维持了太久了，或者说已经真的拖太久，所以导致于说关系会变得是没有办法继续有那种新鲜感存在，或者是说比较没有办法像，因为上一组的话还是哪一组，就是说会像老夫老妻般出来，但是这一组不是，这一组就是一点当朋友当太久，或者说那种朋友的方式相处有点太久，所以反而对方会觉得已经错失了那个热情，或者是说那个激情，或者说那种化学反应效果的那个机会，所以反而两人之间就是真的太像是朋友般的相处，或者是说都那种爱在心口难开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的话，就是会没有办法继续让这段关系可以有一个新的火花出现。所以当有开始想要新的火花的时候，反而又会来不及，因为对方就会觉得这段关系其实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像朋友的关系的，就是关系里面的话，虽然他给予你的评价是觉得说两间是真的蛮适合当朋友，或者说两间相处是真的蛮快乐，但是却反而都是停留在朋友之间的评价，反而在爱情里面的评价是真的比较少，或者说只会觉得你是一个蛮不错的人，你是一个很适合谈恋爱的人，但是我对于你就是真的只有朋友的感觉，或者说跟你之间相处的过程中就是真的比较像是朋友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所以就是说对方在面对说这段关系，他就会一直去拖，然后就反而当你们想要去争取跟对方可能可以在一起的机会，对方就反而会想要去远离你们，或者说想要去跟你们保持距离，因为那个新鲜感是已经慢慢的在消失了。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说，就是在断联或者少联系的这个过程里面，那对方他目前到底对于说你们真实的想法究竟会是什么？那么接下来其实我们可以明白的跟明确的知道说，其实这段关系里面呢，或许就是因为两个人之间因为在这样子分开分离，或者是说在这样子一个比较少断联的一个状况之下，其实对方他心里面真的有很多的不舍跟很多的难过，然后他也经常会觉得失去了你这个可能很好的朋友，或者说可能是曾经有喜欢或者说在意的人，他会觉得非常的痛苦，或者是说会觉得非常的难受，所以他可能还蛮常会可能做噩梦，或者是说他还蛮常会去责怪他自己，所以关系里面的话，他在面对你的时候，其实你在他心里面是一个已经没有办法去放下的人，或者是说是一个已经没有办法去放下的一段的关系。在关系里面的话，他确实曾经有，应该说他现在啦，他确实有想过说要去把你们给把握住，或者是说想要去重回到关系里面。可是为什么最近他还是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动作呢？或者是说为什么他还是没有想要继续的去把握住想要去重回这段关系呢？这个原因就是在于说，其实这段关系里面的话，对他来说，其实他会不知道他怎么该跟你们开口，因为这段关系里面有很大的几率就是你们这段关系是一个比较不符合社会期待的人，或者是说是一个比较没办法被社会大众所接受的，所以其实他会没有勇气去承担可能身边的人所给予他的责怪，或者说身边人所对他的评价，因为对他来说，可能他更加的是在乎的是一段关系里面是不是让两个人都可以受到身边人的祝福，或者说是不是能够去摆脱掉身边的人所带给予自己的这些的压力，或者是两个人之间是不是有那个勇气能够一起去跨越这些在生活中的一个困难。所以关系里面的话，对他来说就会希望是可以有一个相爱的机会，在一起的可能性，可是就是必须要两人之间都是能够去跨越这样的困难，所以他真的还蛮常会去想到你们，然后他也是真的还蛮在乎你们，他也是非常希望说这段关系是不是有一个就说可以有一个来往的可能性，所以他本来应该是有想要去找你们，或者说他本来也是想要付出行动，想要付出努力，想要去让你们知道说，其实你们在他心目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但是或许就是因为他
真的蛮害怕自己是会被身边的人给唾弃，或者说会被身边的人给伤害，或者说会被身边的人给否定，或者是他会失去掉他现在所拥有的生活中的一切的资源，例如说像是家产，或者是说身边的朋友的所对他的评价、评论，又或者是他的亲朋好友所带给予他的一些生活上的物质，或者是说这些非常重要的亲情、友情，他会害怕说，因为跟你在一起，那么他是不是就会失去掉这一切？所以对他来说，他虽然会认为你可能是一个还蛮适合当恋人，或者是说真的还蛮适合当另外一半的对象，还蛮适合可以在一起的人，可就是会害怕说他会失去掉这一切，或者是说会害怕他会因为跟你在一起而让他变得不自由，变得不开心，或者是会让他开始变得好像是面对说生活会失去了所拥有的资源，那么他就宁可想要去放下这段关系，他反而就会想要去让这段关系就先暂时保持着目前的状态。可是如果说当两之间又再次有机会可以恢复联系，或者说两之间又再一次的重回那种共同的生活圈，两之间是有相互碰面的这个机会的话，那么他还是会有考虑继续跟你相处，或者是会有考虑继续跟你经营发展，但是你就很难可以得到这个人的承诺，因为其实从在塔罗牌应该说宇宙透过塔罗牌的讯息之中可以看到说，其实这个人他虽然都会想念着你们，或者说他可能都会想要去让这段关系有一个可能那个机会，或者说他可能真的有考虑过说要跟你们在一起，但是又会因为他会很在意这段关系的一个存在的定义跟价值，或者说能够是不是会让他失去掉这么多的东西，所以他反而就会比较退缩，他反而会希望说这段关系就是在一个顺其自然的发展的状况之下就好。两个人之间如果说是会真的变成有遗憾的话，或者是说会因为失去掉什么话，那么他可能就会宁可选择用消失的方式，或者说会选择用断联的方式来去让这段关系重归零，或者说让两之间变成是一个朋友。所以在这一组虽然我们有抽到恋人牌，或者说抽到了就是说大家可能最想要的这种能不能有在一起，看起来好像是会在一起的牌，但是因为我们透过其他的塔罗牌中的讯息做搭配的话，其实这个人他反而会变成是说会愿意去跟你当朋友，或者说愿意去放下这段关系，然后让他去选择一个更加适合的人。那这个人的话，其实他也并不是说一定要去谈感情，所以你们也不会说一定要去担心这个人会不会因为没有了你们，然后就去跟别人在一起。他不会，他是属于一个宁缺毋滥的。所以当他在面对于你的时候，或者说当他想到你的时候，他是真的觉得你是一个很值得交往的对象。但是你这个人的话，有时候可能脾气又太暴躁，或者是说在对于只要碰到爱情的事情的时候，你就很容易会没办法控制你自己的脾气，或者说会容易的没有办法去掌控好这段关系的一个进度，所以反而有时候他可能动作比较慢，或者说面对感情他是一个比较缓慢的这种感觉，但是你已经就是说他感觉可能才刚开始可以好好的认识，但你可能觉得两人已经可以到交往了，就是那种关系上的一个认知的落差，或者说那种相处上面能够愿意去接受程度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然后不偏不倚，当你在面对说这段关系他可能想要希望可以放慢脚步的时候，那么你又会开始变得很激动，你可能又会开始变得很积极，或者是你可能就会开始想要去离开这段关系，这样对他来讲就会是一个还蛮大的伤害，因为他就是还没有到那样的一个地方，结果你就一直想要去拖着他往前走，那当然这样子就会对他来说是造成一个还蛮大的伤害，或者说会让他面对说这段关系会比较不知道说自己应该要如何去面对于你们才好。所以因此也可以知道说这段关系其实也并不是说有你们这样的个性所以带给他这样的一个压力，因为其实他会认为关系里面你有时候会把他想得太过于正面，或者说太过于乐观，因为有时候还要想到说关系可能会有一些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或者是说在社会中的一些的压力，或者说世俗中的想法，或者是说在这个世俗价值观里面会有一些的不被许可的，他会希望说你可以去考量到很多，不要总是只想到你自己，因为有时候会因为自己忽略掉了太多，反而会
受伤，所以他就很害怕说，他如果说都选择你，然后或者说他都相信你，那么他是不是会受伤？因为他非常担心，也非常害怕自己在一段关系里面是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完美的承诺，或者是说是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健康的这份的关系。所以对他来讲的话，关系里面对于你们来就是说你这个人对他来讲的话，他反而就会有一种惧怕，想要前进又不敢前进，想要放弃又没办法放弃，或者是想要去争取你们，他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所以看来这个人他似乎目前面对你们的这个想法是属于比较矛盾的，所以会建议你们，因为他现在还是处于在一个比较负面能量的阶段，所以会比较倾向于说，你们可能可以先去调整一下你们自己可能在面对说喜欢的人的方式，或者是说面对感情里面的那种情绪上的表达，你们就要先去调整好，因为这样他之后再回来找你们的话，其实你们反而会把自己最好的那个样子展现出来，因为对方他其实还蛮在乎你们，只是在近期的话，如果说他回来找你们，这个讯息其实是比较困难，是比较少的。更多是他反而会比较希望说，就是顺其自然的发展就好。那当他再一次遇到你们的时候，会建议你们一定要去跟原本你们的缺点是有完全不同，或者说要差异很大，要不然同样的过错又会再次的发生。那其实对你们来说，这段关系就会一直都没有结果，或者是反而会让对方离开你们，就会让你们所有的努力都会前功尽弃。所以会建议你们说，一定要去尝试着改变你们自己，让你们变得不一样，那对方他才会有办法能够愿意去相信你们这段关系是能够带给他一个更正向或者是更正面的这个方向走。好，那的话就是以上选到这组牌组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如果对你们有帮助，或者是对你们有所共鸣的话，请记得帮洋洋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如果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占卜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